一个哈佛毕业、顶尖华尔街的金融天才，最后搞到破产，跟一个默默无闻、修了一辈子水管的工人，最后累积了800万美金的财富。你觉得哪个故事比较有可能发生？在底下留言分享一下你的经验或观察。一个你觉得最不可能的人，却在理财上做得比所有人都好。我很想听听你们的故事，也别忘了按赞订阅，打开小铃铛，才不会错过未来的内容。这2个案例的反差揭露了一个真相，在金钱的世界里，你的行为远比你的智商重要。投资理财与其说是数学，不如说是心理学。今天我们就从《金钱心理学》这本书出发，提炼出3个能让你重新审视人生财务观的核心心法。心法一：先生存，再求发展。我们都听过高风险高回报，这句话是赚钱的逻辑，但很少有人告诉你，守住钱的逻辑恰恰相反。关于这一点，华伦·巴菲特给出了最经典的答案，他的投资原则只有2条：规则1，永远不要亏钱；规则2，永远不要忘记规则1。这句话听起来像句废话，说白了就是在你思考怎么赢之前，先设计一个让你绝对不会输的局。在投资上，这意味着在你整天想着找下一个标股之前，你得先建立一个无论市场怎么崩盘，你都不会被血洗出场的系统。巴菲特有个老朋友叫里克格林，在智商上跟巴菲特、蒙格是同一个级别的，但为什么今天没人听过他？因为在1973年的股灾中，急于求成的格林开了太大的杠杆，市场一崩，他就被强制平仓，血本无归。他被迫把自己手上的波克夏股票用极低的价格卖给了巴菲特。他很会赚钱，但他没有在那场灾难中活下来。如果说诸葛亮是进攻的天才，那司马懿就是防守与生存的宗师。面对诸葛亮的屡次北伐，司马懿的策略常常只有一个字：拓。他知道自己耗得起，而远道而来的蜀军耗不起。他不追求漂亮的胜仗，他只追求不败。最终，他硬是把诸葛亮这个绝世天才给活活耗死了。所以，我们追求的不该是昙花一现的最高报酬率，而是在牌桌上待得最久的能力。因为复利这个最强大的魔法，需要时间这个唯一的咒语。你一旦出局，咒语就中断了。先生存，再求发展。这不是保守，这是最高级的智慧。赚钱需要的是承担风险、乐观以及把自己推到前线，但守钱需要的却是完全相反的东西：谦虚、恐惧，以及深刻认知到你赚到的钱有一部分是运气，所以随时可能被夺走。心法2：真正的财富是别人看不见的。再来聊聊一个更有趣的心理盲点。当你在路上看到一台昂贵的跑车，你是在佩服那个车主，还是在幻想自己坐上那台车的样子？绝大多数人都是后者。这就是车里的人的悖论。我们花钱买奢侈品，是想换取别人的尊敬，但别人看到的往往只是那件物品，然后把它投射到自己的欲望上。许多开着保时捷的人，可能只是一个收入中等，但把大部分钱都砸在车贷上的普通人。相反，有些开着老旧国产车来的客人，言谈举止间却透露出极大的从容和底气。这就带出一个关键区别：富裕是显性的，是高收入，是你看得见的消费。但富有是隐性的，是你没花掉的收入，是你看不见的资产。花钱去展示你多有钱，是让你钱变少最快的方法。真正的财富是你省下来没人看见的那部分。就像古人说的，木秀于林，风必摧之。过度显眼的财富也往往会为你带来不必要的嫉妒、觊觎甚至风险。所以看不见的财富才是最安全的财富。孔子最欣赏的学生是谁？颜回。他是怎么被描述的？一箪食，一瓢饮，在陋巷，人不堪其忧，回也不改其乐。孔子赞叹的不是颜回的贫穷，而是他内心的富足和专注，完全不受外在物质条件的影响。这在东方哲学里是一个很高的境界。一个人的价值由他内在的修为所决定，而不是外在的物质。所以这不是要你过苦行僧的生活。观点反转在于，我们存钱的目标不是为了未来买更多更贵的东西，而是为了购买人生最大的奢侈品——选择权。你银行里那些看不见的存款，每一块钱都是你未来自由的士兵。他们能让你有一天可以选择一份薪水较低但更有热情的工作，能让你面对突发状况时有从容应对的底气，能让你拥有对自己时间的绝对掌控权。心法3：金钱的最高股息是自由。心理学家安格斯·坎贝尔的研究发现，让人们感到幸福的最强预测因子，不是收入，而是对自己人生的强烈控制感。
如果幸福的终极密码是掌控感，那么金钱最大的价值就是为我们的人生买回主导权。换句话说，金钱能带给你的最高回报是让你每天醒来时可以对自己说，今天我能做任何我想做的事。现代的知识工作者有个吊诡的困境，1950年代的工厂工人下班打卡，身心就自由了。但现在的我们，工具就是我们的大脑，我们随时随地都可以工作，通勤时、吃饭时，甚至半夜醒来时，脑子里都还在跑着公司的专案。我们的物质生活远比过去富裕，但对时间的控制感却可能大大降低了。东晋诗人陶渊明早就看透了这点，他辞去官职，留下一句不为五斗米折腰，不是因为他赚不到那份薪水，而是他计算过了，为了那5斗米而出卖自己时间和精神的机会成本太高了。他选择了用较少的物质去换取100%的人生主导权。所以很多人追求的税后收入、财务自由其实都被误解了。我们以为目标是赚到足够的钱，然后就可以被动地躺着不动，但真正的观点是，自由的真谛不在于被动，而在于主动。财务自由的终极目标不是让你什么都不用做，而是让你有能力、有底气去做任何你想做的事，去爱你想爱的人，去过你真正想过的生活，而无需看任何人的脸色。这才是金钱能买到最珍贵的东西。好了，我们来快速总结一下今天最重要的3个金钱心法。先生存，再求发展。记住，守住财富的能力比赚取财富的能力更重要。在牌桌上活得够久，才是复利最大的前提。真正的财富是看不见的，富裕是给别人看的，而富有是留给自己的。克制住用消费证明自己的欲望，你存下的每一块钱都是在为自己购买未来的选择权。金钱的最高股息是自由，我们理财的终极目标不是更多的奢侈品，而是对自己人生的绝对主导权。那最后，我想请你做一个简单的思考练习，请你问自己这个问题：如果钱从今天开始再也不是一个问题，我会如何安排我的每一个明天？这个问题能照见你内心最真实的渴望。你会发现，你真正想要的可能不是一个更大的数字，而是某种特定的生活方式、更深刻的人际关系，或是一份能让你废寝忘食的热情。你现在的日常生活离那个答案还有多远？这个距离就是你接下来最值得努力的方向。改变行为永远始于改变觉察。这里是核心知识，我们下部影片见。